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今天我们来做鸡蛋灌饼。你可以用半烫面，或者呢也可以用少量酵母加油的小发面面团配方。如果你家的室温比较高，你还可以减少酵母的用量。我们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让面团发起来，少量的酵母对你的操作也没有什么影响。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的酵母会产生细微的气泡，从而改变饼皮的结构，使你的饼皮变得柔软而且透明。唯一你要注意的是，不要把面团在室温下放置太久，不要让面团发起来。揉成团，盖上盖子醒面10分钟，10分钟之后揉到光滑。分成6份。拿一个滚圆，马上拿去擀皮呢，面筋有点紧，等5分钟。我们准备一下油酥，大概2大勺面粉，1大勺油。要避免油酥太稀，不然包油酥的时候呢，它会流出来。如果你的油酥太稀，加一点面粉调整。准备容器，烤盘上铺上保鲜膜，刷油防粘。5分钟之后，拿一个小面团，压扁，擀平，然后把边缘打薄。用刷子挑一块油酥，然后涂开。你涂成方形圆形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把边缘留出来就行。然后把油酥包起来，气泡轻轻地压出去。封口面朝下，放入盘子里，刷油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过夜。第二天，先切一些葱花，斜切丝，再切细。尽量用一个有嘴的杯子，灌鸡蛋比较容易。1个鸡蛋，葱花和盐打散，案板涂油。一切准备工作就绪，我们来做鸡蛋灌饼。拿一个饼胚出来，封口的一面朝上，从中间向两边先擀出饼的宽度。这个时候呢，用力要轻揉，然后换一个方向，还是从中间擀出去。这个方向呢，你要非常用力的把饼皮擀薄。面团经过隔夜醒面之后呢，非常容易擀薄，但是呢，你不要推到底，最后的这个边边里面是油酥，有时候还会有空气，推到底的话就把饼皮撑破了。你可以从外侧用手把饼皮压平一些。其实就算你擀得厚也不要紧，我们这个面团是小发面，烙熟吃起来呢都不会硬。锅烧热，开中小火，倒一勺油，用饼把油涂开，然后放在锅里。底部一定行，这一面还比较平的时候呢，就翻面。目的呢是为了让两面先均匀受热定型，就可以把空气锁住了。空气锁住之后呢，你看气泡开始形成了。在翻面的时候呢，打泡泡就鼓起来了。
来回翻面是为了避免面饼局部受热太快，产生深色的焦黄点儿，而造成饼皮干裂漏气。筷子轻轻压一压，把4个角撑起来。如果你的饼鼓不起来，主要有2个原因：一，包油酥的时候呢，油酥漏出来了；二，你擀饼的时候呢，把饼皮擀破了。但是都不要紧，找到出气口，用厨房纸或者铲刀把气孔堵住，它还可以照样鼓起来。筷子斜着插进去，如果从正上方插一个洞，蒸汽跑出来会把手烫伤的。蛋液灌进去，翻面，洞口的鸡蛋烙熟就把口封住了。然后饼皮轻轻提起来，让蛋液流到边边角角。鸡蛋封口之后呢，它还可以再鼓起来。我是不是还可以再灌一个鸡蛋进去呢？里面的蛋液熟了，饼就可以出锅了。烙熟的饼皮看起来透明柔软，不需要涂酱，单饼就很好吃。早上起来，孩子们1人1碗稀饭，1人1个小饼。薄薄的饼皮，中间全是鸡蛋，而且是每个角落都有鸡蛋。这个食谱从面团的配方到操作的手法，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。即便你是新手，即便你是第一次操作，即便你有一些失误都没有关系，你依然可以做出来非常好吃的鸡蛋灌饼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